1947年8月，印度在英国统治200年后获得独立。随之发生的是历史上规模最大、最血腥的强迫移民之一，约100万人在其中丧生。在英国殖民统治之前，印度次大陆是一个由被称为土邦的各区域性王国构成的混合体，构成群体有印度教教徒、穆斯林、锡克教教徒、士纳教徒、佛教徒、基督徒、拜火教徒以及犹太人。每个土邦都有自己的传统、种姓背景和领袖。从16世纪开始，许多欧洲强国通过沿海贸易据点的设立殖民印度。18世纪中叶，英属东印度公司成为印度的主要殖民势力。英国直接统治了部分地区，并间接统治着各土邦。在间接统治下，土邦保持主权，但在政治和财政上向英国妥协。19世纪，英国人开始按宗教身份给印度人分类，一种对印度团体的粗略简化。他们把印度教教徒定为多数，而把其他以穆斯林为首的宗教团体定为少数。除了教徒本身，所有人都认为锡克教教徒是印度教团体的一部分。在选举中，人们只能投票给相同宗教身份的候选人。这些做法扩大了差异，在原本和谐共存的群体间播下了不信任的种子。20世纪掀起了几十年的反殖民运动，印度人为脱离英国、获得独立而斗争。第2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战争造成的巨大财政压力下，英国最终屈服。印度政治领袖们对独立后的印度应该是什么样子各抒己见。Mohandas Gandhi 和 Jawaharlal Nehru 代表了印度教多数派，并且想要统一的印度。Mohammad Ali Jinnah 领导着穆斯林少数派，认为殖民造成的分歧太深，难以修复。Jinnah 主张印巴分治，穆斯林将拥有一个叫巴基斯坦的国家。随着1946年和1947年发生的暴乱，英国加快了撤退步伐，秘密地计划着印度的独立。1947年6月，英国总督宣布印度将在8月前获得独立，并划分为信仰印度教的印度和穆斯林的巴基斯坦，但几乎没有解释到底怎么做。边界委员会用着过时的地图、不准确的人口普查数字以及对这片土地知之甚少的情报，在短短5周内画出了边界线，分割了英国管辖下的3个地区：孟加拉、旁遮普和阿萨姆。边界考虑了印度教教徒和穆斯林占多数的地区，也考虑了地理位置、人口比例等因素。因此，如果一个印度教教徒占多数的地区与另一个印度教教徒占多数的地区接壤，它会被纳入印度；反之，一个印度教教徒占多数的地区与穆斯林占多数的地区接壤，它可能成为巴基斯坦的一部分。在边界上的土邦不得不选择加入哪个新国家，并在这个过程中失去了主权。在边界委员会勘定新地图时，印度教教徒和穆斯林开始前往他们认为自己会成为宗教多数的地区，但是他们无法确定。家庭分崩离析，由于害怕性暴力，家长把年幼的女儿和妻子送往他们认为安全的地区。新地图直到1947年8月17日都没有公布，即独立后的2天。旁遮普和孟加拉从地理上被划分为东西巴勒斯坦，剩余部分成为印度教教徒占多数的印度。在2年的时期里，数百万生活在巴基斯坦的印度教教徒和锡克教教徒离开前往印度，而生活在印度的穆斯林逃离了他们家族生活了几个世纪的村庄。拉合尔、德里、加尔各答、达卡和卡拉奇等城市清空了原住民，挤满了难民。在英国军队撤离后的权力真空期，激进的民兵和地方组织开始屠杀移民，大部分暴力事件发生在旁遮普，妇女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惨遭强奸和残害。大约有10万名妇女被绑架，并被迫与绑架者结婚。分治造成的问题远远超出了这种及时的致命后果。许多临时搬迁的家庭永久地流离失所，而边境争议仍在持续。许多临时搬迁的家庭，1971年东巴基斯坦脱离联邦，成为一个新的国家孟加拉国。同时，克什米尔的印度教统治者决定归并印度，
这项决定将由穆斯林占多数的人口进行公投，最终确定。直到2020年，全民公决仍未举行。印度和巴基斯坦自1947年以来一直在克什米尔问题上交战。70多年后，分治的遗留问题在次大陆依然清晰可见，存在于新的政治形势中，存在分裂家庭的记忆中。关于另一段分裂导致致命后果的历史，请观看这段经常被忽视的1937年海地大屠杀的视频。